听，解放之谷的声音很近了。就在这周末，海贼王动画5档路飞就要正式登场了。那个喊了26年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终于到达了自己的最高境界。从香蕉果实的真正名字揭晓的那一刻起，海贼王的故事就拓展到了太古时间线。在那个太阳神尼卡活跃的时代里，这个能力到底象征着什么呢？5档的力量在设定之初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5档路飞设定里的一些有趣细节。5档的第一个特点是搞笑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尾田和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那次对谈里，就谈过创作5档时的一些想法，还直接拿出了《猫和老鼠》这部经典的动画片作为说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档的战斗中有许多致敬《猫和老鼠》的影子，甚至把《猫和老鼠》改都可以当成凯多与5档路飞的决战。尾田一直觉得漫画里类似记号的表现形式正在逐渐消失，比如登场人物相继什么时会标上灯泡，跑步时脚步会变得像风车一样，这些特点可能在现在的漫画作品里已经越来越少见了。而尾田主打的就是一个怀旧，也不希望把海贼王的战斗变得太严肃和深刻，于是就决定随性一点，这才有了5档这种滑稽搞怪的战斗方式。这一点其实也和尼卡背景是一致的，尼卡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欢笑的解放战士，那带来欢笑就有很多种方式了，解放奴隶是一种欢笑，开宴会是一种欢笑，跳舞逗乐也是一种欢笑，甚至于看漫画的我们看到凯老师被撑成了龙舟也会被逗笑。5档路飞在战斗中几乎可以无视任何地形影响，跑到天空去了就用风火轮跑回来，要是撞到土里去了就变成耿鬼把敌人一口闷了。虽然5档的战斗目前只有2场，但是观赏性可以说是拉满，那种又燃又好玩的感觉真的很奇妙。在5档设定的草稿里，武田已经构思了不少有趣的姿势，有类似尼卡身影的跑步动作，合作剧时各种得意的表情，甚至体力不足的时候身体上还会出现电池电量一样的标志，可以给路飞安排个120瓦快充了。能外凯老师要吐槽，5档简直就跟绘本故事里的一样。5档的另一个特点是纯白，开启5档后路飞整个人都会变样，衣服除了腰带外全部变成了白色，头发也变成了纯白，并且有点像超级赛亚人的味道，身体四周会缠绕上白色阴云，如同神明一样，眉毛和瞳孔也会发生改变，标志性的圈圈就跟恶魔果实的纹路一样。如果单看造型，其实5档很像是4档蛇人的升级改良自由版，而不同只是在颜色上。为什么身体和衣服大部分会变成纯白？尾田看起来并不是拍脑门做的决定，因为在早期的草稿里已经体现他对纯白配色的选择，虽然目前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，不过我们可以从剧情中的一些线索来推测一下。首先尼卡的定位是太阳神，但这个能力与火并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更有可能是用到了太阳象征的光明这样类似的设定，尼卡走到哪光明就到哪，所以他被称为太阳神，而并不是因为他拥有火焰的力量。那么需要尼卡去解放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些处于黑暗中的人们，光明和黑暗互为反面，漫画中不止一次提到世界正处于黎明前的黑夜中，无论是第1话的标题冒险的黎明，路飞故乡所在的黎明岛，还是佩德洛一直在期待的世界黎明，黎明象征着太阳升起驱散黑暗，所以用白色来代表太阳神的光芒，并进一步设定为5档的颜色，还挺丝滑的。而目前漫画里几个潜在的最终 BOSS， 无论是能够变身怪物的伊姆和五老星，还是拥有暗暗阵阵双果实的黑屋子，他们身上都带有点黑暗元素，不排除未来动物系幻兽种里又出现一位类似尼卡宿敌这样的角色，作为乔伊波伊的终极对手存在。光明大战黑暗，五彩斑斓的白对决五彩斑斓的黑，正好合适。除了太阳神这个元素外，香蕉本身的特性可能也是选择纯白的原因。天然香蕉就是白色，在未加工时更是类似液体一样的状态。这些特点在5档路飞的身体都有所体现。5档因为有了强大的弹性，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团锤不破、打不烂的白色香蕉，这也算是返璞归真了吧。尼卡最后一个特点也是最有趣的特点，就是想象力。在尾田的草稿中，将5档定义为了想象力的力量，想象力成为了5档的力量源泉。路飞在变成5档后，甚至喊出了想做的都能做到这样嚣张的口号。过去路飞就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战斗创意，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强大的能力支撑，更像是为了克服自己的弱点强行搞出来的一些小聪明。但到了5档时代就不同了，路飞有了更强的腕力，有了能够同化周围变成橡胶的能力，还有了凭空造物的神来之笔。这一幕从头上抓下来用尽，大家应该印象深刻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其实也有聊过这个特殊的招式，路飞看起来是能够把橡胶作为材料，暂时变成自己的工具，都有点自然系元素的味道了。想象一下，路飞打着打着，把自己变成了橡胶大炮发射出去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？海贼王这部作品的自由精神，通过一个天马行空的能力表现出来。路飞的想象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自由的象征，可以说是非常契合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5档设定的一些细节回顾啦，一起期待周末的5档正式上线吧。我是朱二本，我们下期见啦。